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美国空军协会附属的智库米切尔航空研究所发表了2020年国防战略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呢，他声称，美国要想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中国的空中力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米切尔研究所就分析称，美国海空军在干涉台海问题时，它最多可以出动790多架战斗机，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防空能力和空军的作战能力都很强，因此它的战损率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分析，说如果损耗率为每天3%，那么19天后，美国海空军的作战飞机就只剩下430架了。那么如果出现更为残酷的每天损耗7%的这样的一个战损率，那么19天之后，美军的飞机大概只剩下123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仗就没法打了。那怎么办？这个报告呢提出说，在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它要准备6700枚防区外联合空对地打击武器系统。美国呢还必须加大装备隐身战机的投入，特别是能够进行穿透实战环境打击高价值目标的军用飞机。那么典型的代表呢，有 B2， 有 F-22， 有 F-35。那么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它的数量很少，只有20架。那么剩下的主力恐怕也就只能靠F-35这款中型隐身战斗机了。那么美军需要依赖这样的平台，完成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基地、岸基反舰导弹基地、轰炸机基地和战斗机基地的攻击。那么这是这个报告里的一个核心。他们甚至呢还公布了一个模拟图，从这个模拟图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军他要想压制中国大陆的攻击和反击能力，需要在第一时间对我们的反隐身雷达网、导弹基地呢实施轰炸。那么靠什么去实施这种精确轰炸呢？它主要是靠 B2 和未来的 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那么光是靠这两种隐身战略轰炸机，它能够深入中国的腹地实施这种精确攻击任务吗？恐怕生存率会非常低，非常低。因为中国大陆建立的防空网非常强悍，而且我们还有反隐身雷达，再加上先进的第3代、第4代的战斗机，完全可以对这些飞行速度低、机动性很差的战略轰炸机呢实施拦截和攻击。因为隐身战略轰炸机不是完全看不见，只不过是发现距离比较近。那么面对中国大陆的反隐身雷达，比如说米波雷达，那么完全是可以搜索到这些隐身轰炸机的这个所在的，只不过呢精度可能要差一点，引导导弹对它攻击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引导战斗机对它实施拦截，那么相对就比较容易。那么在这种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些隐身战略轰炸机敢深入中国大陆吗？有脑子的美国人一想都明白，是不敢。要想进来，就必须要有同样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斗机为它护航，才有可能实施这样的突袭。那么这些隐身战斗机哪来的呢？最方便的就是利用靠近中国海岸的航空母舰上搭载的 F-35，才有可能实施这样的一个护航。但是很可惜， F-35的作战半径是非常小的，顶多是1000公里。如果美国的航母部署在离中国大陆1000公里的海上，那么航母本身的生存率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式反舰导弹和常规的飞行式反舰导弹。不要说把美国的航母击沉，就是把它击成重伤，那么这些飞机就不可能起飞了。那么也就谈不上他们为 B2 护航。那么没有护航的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就不敢深入中国大陆，否则他们就有来无回。何况这些战略轰炸机的起飞基地设在哪儿？一旦我们发现美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侵入我们的领空，那么我们的回击不仅仅是打空中的目标，恐怕也要打地上的目标。那么地上的目标，首要的就是敌方的航空基地和港口。因此，美军的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恐怕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出这么一个方案是干什么？其目的无非是要求美国国会投入更多的经费来发展新一代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B-21，因为它们的部署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因为个头要比 B-2小。另外呢，它们能够部署在前线基地。那么，无论是靠 B-2还是未来的 B-21以及 F-35，恐怕这些目的都很难达到，因为远程战略轰炸机虽然航程远，但是它如果基地离中国大陆很远，就必须进行空中加油，而空中加油编队是一个美军的弱项。一旦我们的远程重型战斗机或截击机携带的远程空空导弹对它的加油机编队实施攻击，那么这些美军的高价值的平台还能飞回去吗？无论美军怎么模拟，他们算来算去，代价都太高，不合算。要想和中国大陆在中国的家门口开展大规模的交战和决战，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以美国的败北而收场。这一点不管他怎么模拟计算，应该说都不会有新的结论。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会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